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恩，感谢大家继续来到我的频道。这期内容谈一谈为什么 Pi Network 要用2年多的时间沉淀，甚至不惜部分用户离开，以此引出 Pi Network 运营的三角因素观点，希望能够帮助各位。高恩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，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，以后也会分享趣人趣事、知识故事、探索未知、使用资源的内容。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点亮小铃铛，打开更新提醒，支持下高文。最近忙了几天其他的事情，影响了一期内容更新，抱歉了各位。在628来临之际，这燥热的天气里，高文先来谈一下 Pi Network 项目准备时间的问题。能坚持下来的派友们其实都希望项目早点映射主网，但是作为参与者，我们还是尽量的平常心，不要急。我们来从运营的角度对比比特币、以太坊的准备时间，解释为什么项目需要这么久的准备时间，同时论述 Pi Network 运营中的三角影响因素。先来看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准备时间。众所周知，比特币由中本聪开发，无法确定是个人还是团体。中本聪于2008年10月31日发表论文，2009年1月3日创始区块诞生，而以太坊由维塔利克·布特林在2013年提出，2014年透过网络公开募资开始发展，2015年产生第一笔有价交易。看似两者在前期的准备时间上并不是太长，也就几个月到1年多的时间吧，但是在其中的发展中有一些细微的差别。先来看比特币，比特币自发行后，中本聪也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中，身份至今是谜。玩笑的讲，估计说是未来人回来做引导都可以了。中本聪消失，比特币也失去了推广宣传的主体。接下来的发展得益于网络时代的信息传递，比特币的共识逐渐建立起来，其中更是有不少大咖的死忠粉。即便如此，比特币也发展至今耗去了12年，才有了最高单价曾经突破$64,000的成绩，成了币圈的大盘风向标。如果我们以$1000作为加密货币的一项标准，比特币达成此标准花费了8年时间。再看以太坊，以太坊发行后，创始人活跃在各大平台和线下会场进行宣传推广，后来同时主抓技术进行升级。还以刚才的标准来看，以太坊达成此标准花费了3年时间，在2017年的牛市中突破了$1000。发展至今，以太坊不断的完善技术、生态内容，以此为基础，稳坐币圈的第2把交椅。如果以上这两者互相对比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看出有创始人把控整体方向的好处。虽然这两者如今稳坐币圈头2把交椅，但是作为区块链应用的代表，两者对于推动区块链应用普及还是有一定的不足。比如早期以太坊在大量使用下产生了的交易积压，一些公司如 Kik 放弃了使用它的计划，再加上不完善的共识机制、数据存储问题、正式的合同验证协议、隐私问题，这些障碍还需要更好的技术去解决。另外，这些障碍给了目前世界上大多金融机构避开公共区块链的借口，其实质在于意识形态的阻挠。习惯了多年来的现有机制，他们担心新事物带给自身未知的风险。然后我们来看 Pi Network 为什么发展如此之慢。其实自从兴起 ICO 众筹之后，确实给加密货币的发展助力了一把。EOS 在2017年发布白皮书，到2018年主网启动，也只花费了1年时间。Pi Network 出现的时候， ICO 的形式基本已经被淘汰了。当然 Pi Network 背靠 StarX 孵化器以及斯坦福大学的人脉，项目方也看不上 ICO 的形式。之前在 Wins 离职消息出来的时候，有这样一条不知真假的小道消息，Wins 曾经建议在500万用户的时候就映射主网，但是没有被采纳。由此可见，是否映射主网其实
并不是技术原因。Nicholas 更多考虑的是长远的发展。以刚才的小道消息来说，500万的用户基础上去映射主网不是不可以，用户数量上相比其他的币种来说，在前期已经可以了，但是在白皮书提出的愿景面前还是显得微不足道。然后我们先来说一个逻辑，用户数决定了持币地址，也决定了个人的需求量，进而影响派币的流通量。流通量实际就是一个币种的活跃度，如果不活跃，它的价格自然会受影响，使能陷入传统的炒币周期中，成为资本的玩物。所谓的后发展生态就要面对诸多掣肘。目前加密货币其实最吸引人关注的不是生态，而是价格，这很现实。既然价格陷入泥沼，吸引来的新用户自然不会太多。如果当时强行映射主网，即便急匆匆的让钱包和少量生态面世，不可避免的要走上和其他加密货币相同的道路。主网后再进行技术升级、宣传推广、生态对接完善，这些因素会直接导致产生这样的问题，比如流通量不够，价格陷入泥沼，用户增量受阻。这就是 Pi Network 不急于映射主网的原因。根本上来说，用户基数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。我们再来看生态建设，顺着刚才的思路往下走，现在 Pi Network 用户基数已将近2000万活跃用户了，是不是可以映射主网了呢？当然还是否定的。用户基数是足够了，活跃度上也会有了，也可以吸引到新用户加入了。但是没有生态亮点，就无法留下更高比例的用户群，也就是用户留存率低。现在是中国区6月28日 ，Pi Today 来了，黑客马拉松比赛也将开启。这其实也表示项目方对于目前新用户宣传推广进度表示满意，开始重点放在生态建设这边。如果你是开发者或者有好的想法，可以加入参与进来，带给派友们更多亮眼的应用，也对项目做出一定的贡献。刚才这2点谈完了，就轮到价格因素，也就是刚才逻辑中提到的，目前在币圈最吸引人目光的不是生态建设，而是现实的价格。这点无可厚非，所以 Nicholas 也是在不断的强调共识价格，提高派友的价格共识度，以此来抵抗将来外来资本的打压。如果派友们连自己都没有较高的共识价格，那派币也只能成为将来万千币种里的普通一员。当然，项目方也不是光嘴上说说，生态建设也是为了这点来做的。所以综合以上，我们不难看出今天的内容，一是解决为什么 Pi Network 发展较慢的疑问，二是论述用户基数、生态完善度、共识价格三者共生彼此影响的三角因素。好了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快来一波3连吧，无论是否已经有了方向，都欢迎关注公众号混沌界，菜单栏找到我，微信备用号添加高等待2号拉入混沌界社区，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加入电报群，参与我们的讨论，互相交流借鉴，更是可以探讨布局，便于之后的合作共赢。有方向了再加入布局资源群，先和大家伙熟悉起来吧。如果你想了解交易市场，个人推荐币安交易所，也更稳定一些。注册链接放在说明区和评论区。混沌界社区2号即将重建微信群，大家是否还能活跃起来？点赞评论让我知道一下吧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我是高恩，下期再会吧，拜拜。